前任教会你最难忘的一件事？听马来歌。选择去妥协而不是牺牲。他就跟他讲，我模仿一下，我要找下一个。不要相信任何男生讲我爱你。他打过你吗？开价。我们来到了 UA， 这里没错，就是本的老婆的母校。这里的女生都比较漂亮，是吧？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起来。我唯一一次进来的时候就是他毕业的时候。我每次做这个讲到大学生的时候，就是要去探讨一下年轻人的在感情上有什么想法？其实有变的没有知道？有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更开放了嘛，对不对？哦，是我们以前保守，我们这种保守派的，我们喜欢一个就喜欢一个。这一届没毕业。你是人永远比较保守。好吧，这样我们就看看他们到底有没有这种前度的经验啊，好不好？好啊。这样你好像就没有前度哦，你拍拖一次。有啦，我有前度啦，变了我老婆而已嘛。哦。这样前度教过你什么东西？教会你就是我的钱是他的钱，他的钱是他的钱，我没有用到的东西是用我的钱。可是哦，我跟你讲，外传啊有一个定律的，谈恋爱呢，你要跟你的第三任在一起的时候才是最幸福的时候。第三段恋情啊，不是把别人不算啊，不算。要恋情真是谈恋爱。为什么要讲什么概念？因为啊，你看看啊，你第一任的时候呢，它是一个体验课来的，给你感受什么叫谈恋爱，对不对？当你第二任的时候，那个就是叫实验课，因为你开始去 experiment 了，把你学到以后，你去 try 试下可不可以，试下可不可以，可是时常一定中吧。OK， 第三任的时候就是实践课，所有学到的都付诸于实。但是不可以的啦，这种 concept 怎么可能是对的？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啊，谁跟你讲这种东西啊？真的，第三任哦，我还没有来，所以你来，你是最幸福的。我把什么东西给你？我确定这条影片就。不管怎样，我们今天来呢，都是要找那些有过经验的朋友。我们要问他到底他的前度教过他什么。UM 的朋友 ，Come on！ 你是第几任了？我现在是第三任了。哇哦！有听过这个 logic 吗？就是第三任是最幸福的。我没有听过这个，我听过事不过三。这样我尽快呀，OK， 差不多了，OK， 我回去等下就跟他讲，我模仿一下，我要找下一个。你第一次拍拖吧是吗？啊，对。你这样吵架了？开心吗？爽。对咯，有这体验呢，因为第一次嘛，第一次是有这种感受的嘛，对不对？体验，然后到多2次才会比较爽。是，但是所以我现在可以不要讲，不要讲人家。第三任是最幸福的。哦，我也这么觉得，是确实很幸福。听过，可是那个不是男生吗？男生的第三任会幸福，不是女生。这一任是3段吗？对，是的。恭喜你！他们说第3段是不是好过第2段？好回答。是吧？第2段是不是好过第1段？是。confirm。所以我们的定论是对的，对。前任教会你最难忘的一件事？教会我听马来歌。他是 OK， 他是马来人来的，其实是算好的东西啊，就是 cultural 上面哦，就是因为你跟那个人在一起哦，你会学的东西更深入，很多 tradition 啊，很多东西你要走进去你才去学到的，所以我现在整个 Spotify 都是马来歌。找男的不要找这样小气哦，不是小气啊，很 sensitive 啊。譬如讲 OK， 怎样敏感？对。惨哦，他会不会看到这 video 啊？比如讲，很像今天，你好像最近有一点。吃的有点很好是吗？这样子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在找我飞？他就开始生气啊！分手的那一天，半个小时、1个小时内，他就把我全部 remove 到完。你知道黑有什么？我们应该要把话讲得很清楚，因为每次吵架就是没有一个点，然后话又讲不清楚，然后一吵到半夜2、3点，影响我睡觉。有什么事情的话呢，最好是在晚上的时候就处理好，不要拖到第2天。就是我们吵架，我们就想我们先冷静，然后我就跑去睡觉，然后第2天他就砰，整个人爆炸掉。他是那个要我赶快解决问题的，我反而是可以拖一下嘛，说他教我啦，就是有问题你一定要赶快解决，就是直接问我，他不会去逃避，他不会像他那样放他冷静个1天晚上。他学会了。我认识他之前，我是一个不太读书的一个男孩子嘛，比较喜欢玩，原来喜欢打架喝酒，后来呢，在他的说服之下，最后有好好学习，也考上了一所好的大学，脾气啊等等都变得比原来更好。他怎样说服你？然后你爸妈也没办法说服你。就是喜欢他呗。
分手的原因是因为分手的原因是因为他可能更喜欢成熟的男人，但我不是很成熟。那个时候，对，有点遗憾，但是没办法了。就是他做事情很专注，会有自己的这个目标规划嘛。受他影响嘛，就是会向他学习这一点。你有跟他说那时候你不能专心，是因为他在身边吗？也不是，就是我会学习，就想玩手机这种。过分开原因。因为他在他考试上面投入太专心了，所以分开。我给他发一个消息，他可能会1-2个小时才回复这样子。你们有觉得他在变专心了吗？他会先做完自己的事情，再跟你交流。过几招来啦？你觉得？爱自己，他就会爱你。对，听到吗？你把时间花在你自己身上，你做你自己该做的事情，然后你们互相欣赏。那个爱情才会更持久。我发现有一个东西，现在女生们都很期待，就是对方呢是拥有足够的料去 offer 爱。当你今天是有缺一块的，然后你为了要爱，把那个爱来补你那缺的一块，这样你有一天你满了的时候，你就不需要那个爱啊。所以你要在你最满的时候遇到那个爱。你很成熟哎，果然是 guru 哎。你是从哪里学回来的这个东西？看韩剧哦。所以妈妈讲不可以看韩剧，不要听妈妈的话。OK。别爱太满，物极必反。哇！他是爱我爱很多，我爱他不多啦，就是我会感到很不舒服。你想要有自己的空间，但他会一直跟着你。所以你上厕所还在旁边，小心啊，小心啊，这样子。像爸爸这样啊。比我爸爸还过分了，爸爸没有这样。恋爱关系就是要平等的，就是一人都要付出一点。因为我之前很恋爱脑，有些我不喜欢的东西，可是我会逼自己去做。吵架大多数是我去哄他，感觉我爱他多过他爱我很多。在一段感情里面，很重要的东西是选择去妥协，而不是牺牲。Compromise and not sacrifice。当你选择牺牲的时候，你一直在给，可能对方并没有意识到说这个有多伟大。对，他会一直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你是付出太多的那个吗？两个人都有付出，但是我们没有在同一个频道上。OK。他不知道我做了什么，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一段恋爱也是有条件才可以谈的，主要是因为我这方面缺乏了，所以我才会就是。他没有跟你要求过吗？有要求过。他要求什么东西来？包包。去旅行啊 ？OK。有没有讲要去看挪威的那个山脉啊？当然是看 Skin 酱的稻田罢了。那还好。他 expect 就是常回复啦，频繁回复啦，然后我一般上大概是每1个小时、2个小时回复一次，那就 OK。他理解，所以不是钱的问题啦，钱可能是钱，对，就是因为我没有钱，所以我办公读嘛。那个我有钱我就不需要嘛。是时间呐，我就是时间，但是还是时间。哥哥能陪我吗？比较矜持一点。啊？告白，但是他是 OK 的，是已经牵手了吧算，但他最后隔了1天就是拒绝了。1天的感情有让你学会什么？就学会不要太过 direct 吧，就是如果你被拒绝了，就连朋友也不能当。为什么被拒绝对你来说是很大件事？尴尬咯。不要相信任何一段男生讲我爱你，我会一直爱你，就一直讲我不会跟你分手的，只要你不说分手，我就不会说分手。哇烂！我是骗人的，我都是骗人的。你跟他讲，你以为我不会讲分手啊？我是嘴巴的。不值得留的人就不要留哦。哇！有什么事情？他不中啊？他有哭吗？分手的时候？有，求我原谅哦，可是不可以原谅啊，这是底线的问题呀。为我自己的原则。你觉得你的前任应该学会些什么？他应该学会控制好自己的脾气吧。他打过你吗？没有啦，这样，但是该喊的也是有喊啦。情绪稳定，这是一定要有的，因为我遇过前任就是都是情绪不稳定，没有不是说是情绪不稳定，就是其中有几个是情绪稳定。OK， 这样子不好啦啊，这样子不好啦，唯一的缺点啦，然后有可能就是他们的开销方面会有高，不 OK 啦，因为我们之前是 AA 啦，就 OK 了。这样子不好啦啊，这样子不好啦。先学会爱自己，才要去爱别人。你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你就不要先跟任何人在一起，你会伤害到人。是不是因为你连爱怎么写都不会？对。我去上幼儿园，怎么写爱，然后 OBE， 然后去交流表达吧。有什么就直接说出来，这样是最好的。对，我觉得父母都不可能了解，怎么可能就是？说到重点了，5。你觉得他在你身上学到了什么东西？爱一个人要用对的方式去爱，不是用你认为对的方式去爱。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我这样子爱你，这是我的方式，但是我认为他是对的。可是对方
用你的方式来接受他的爱是很难的。我希望他学到就是以后要照顾别人的感受，不要这么自私自利。就像是我之前健身，我说晚上吃什么，他就会让我去吃麻辣烫、吃麻辣香锅。然后我说这种东西不都是很高热量的吗？对。然后我说你为什么就不能理解一下我的健身，我要注意是哪些饮食情况？他说你健身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去理解？我真的是可以更好的处理亲密关系吧。就是他可能都会害羞打视频这样子。哦，连视频？对，面对面的时候，如果我长时间看他的话，他也会不好意思这样子。你是想看？有这样子示范不了。比较能包容人一点吧，不要那么苛刻。他就会很容易会 judge 人家吗？还是怎么样？他不会 judge 人家，他会 judge 我。打电话可能2-3个小时都在说一件事情，就是跟我，就跟你说你要怎样变得更好。对对对，很像你的总裁样子就对了。但是他没有发工资给我。诚实啊，当然是。我发现他喜欢上了新的女生了，还背着我。你让他讲诚实讲，我真的喜欢另外一个了，是这个意思吗？就你跟我说你喜欢上了别人，我觉得也是 OK 的，对不对？就祝福嘛。有什么话要跟你的前任讲吗？好好学习，加油！我现在已经学会了，就是已经改过了，可是我已经有现任了，不好意思。你希望他现在过得更好哦？没有啦，当然是希望我自己过得更好啊。没有事不要扣我，你 follow 我啦。没事的。If you want to stalk me, then you can stalk me 啦。Don't stalk from my mom 啦。他from 我的妈咪的 account 看我嘞。希望我们都未来都很好了。应该话了。OK， 开家。你还有他 contact 了吗？有啊。怎么嘞？没有跟他们问，很多人全部都是 delete 了的。我不做这种事情，就是可能到了一个时期，对方对你来讲已经是一个非常熟悉的人了，所以最熟悉的。不管怎样，在你的生命中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的。能不能做这件事情？拿手机出来留个言给他，把你要说的话告诉他。我就只是讲。是啊，是你讲吧。不是要真的发给他。真的发。真的发给他。OK。哇 ，awesome man。Hello。我先讲啊，这不是真心话大冒险，但是就是突然的一个 reflection. So I know you're at a very comfortable place in your life now, and you have your current partner. Just know that at some point of my life, you're a very important person to me. One thing that I learned from our past relationship is that, you know, we learn to compromise instead of sacrifice ourselves. Don't give without realizing that you're losing part of yourself. Yeah, just thank you so much. Yeah, I wish you all the best in your future life. Good luck. Yeah, goodbye. 勇敢！要跟你的下一任说什么？不用太着急来，等我变得更好再来。OK。我怎样知道你是准备好了，我才可以来？好，谢谢。首先就是不要骗我，然后大家一起相互成长，大家都有动力去往更好的地方迈步，就是往前进嘛。来，坐下来。我前任应该会看到。等，要数。好了，不是，为什么我要做这个主题？你谈多少个恋爱了？这个是第5任。我原来最强的是你。不要抖啊！你看他在抖了。很认真啊，很认真啊。我上厕所，我打开马桶过后，我马上想到这个主题，因为我前任教会我上厕所的时候马桶掀起来，不然你会碰到满整个坐垫都是。独立一点，能做什么就自己做。我听到很多女生都是有这样的体悟的哦。因为刚好是自己的问题嘛。分手是因为他要求的。这个都是人家要求。Oh my god！ 这是为什么？第一个是什么？他的脾气，就他一直发脾气，我们吵架，然后他就提分手了。哇哦！然后第2个是忍不下去了哦，因为我太依赖他了。第3呢？他比较想要自由啊，他会觉得我管到太多啊。跟第4呢？三观不合，一开始跟之后是不一样的。哦，什么事情都要谈出来讲吧，even though你知道对方是不喜欢。一定要很直接的讲出来，就一直憋着，然后就好像炸弹这样，然后爆出来，然后一大堆 list 给我讲说，我不喜欢，不是，就为什么没有发现？就原来为什么没有发现啊？所以你自己有改变吗？有啊，因为其实上一任是我是憋着那个啦。Are you freaking kidding me？ 有什么话跟他讲吗？加油！祝你找到你的真命天子。你的婚礼我应该不会去啊。今天这个关于 X 教会你的事情，
蛮统一一下。是，而且我自己也领悟到一些东西，就是sacrifice and compromise。对。就是不要完全牺牲自己去谈一个恋爱，你应该是学会怎样去磨合吧。因为牺牲是你自己选择的，你不需要去跟人家为什么要了解，除非你愿意讲哦。但是你牺牲你不会讲的嘛，你一定是我牺牲，我让你懂哦。人跟人之间的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学会怎么沟通。我们每次都在讲，但是遇到自己的爱的人的时候 ，Are we a consumer or are we a communicator？ 所以我自己有想到，其实我的 X 教会我什么东西？他教我一个很奇妙的东西。你们开车啦，你们是看前面的车的嘛，对不对？是啊。他叫我看前面的车，多留一个他的前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整个路会比较顺一点。你整个旅程你不会突然的break 什么那种，完全不会发生。这个是我觉得哇，我到现在都在好好用着的东西。所以Jim的车花的不是前面，都是旁边。接下来也share我们影片。如果你们对你的 X 教过你什么一件事情的话，想要跟我们分享，留言给我们，好不好？因为你每一个留言都是我们学习。谢谢 UM，Thank you。多谈点恋爱啊，同学们，不要只会读书。